灵动在灵范等人的陪同下，准备进入远古战场。灵氏宗族的强者们深知，灵动和灵狼天在远古战场的表现将决定宗族的未来。灵范带领队伍前往皇宫，那里有通往远古战场的传送通道。在皇宫深处的圣战峰上，莫惊天和莫灵等人已经等待。他们讨论了远古战场的残酷和灵动的实力。莫惊天特别提醒莫灵，灵动并非简单人物，建议他与灵动建立良好关系。灵动和灵范等人到达圣战峰，灵动对传送阵的规模感到惊讶。莫惊天提醒所有人，远古战场充满了宝藏和危机，他们必须保持低调，否则可能会遭遇不测。灵动理解了这一点，他并不张狂，准备以谦逊的心态进入远古战场。启动传送阵需要5万涅槃丹，灵氏宗族和其他人马都准备好了所需的涅槃丹。随着涅槃丹的注入，传送阵激活，一道光柱出现，莫灵、灵动和其他3人迅速进入光柱，被传送到了远古战场。随着光柱的消失，5人的身影也消失了。在无尽的岁月之前，远古战场是强者的战场，是力量的象征。这里曾经爆发过超越现代超级宗派的惊天大战，导致这片空间的缩小，但它的辽阔依然远超大炎王朝。灵动和其他几人通过一道神秘的光柱，穿越空间来到了这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世界。他们站在石峰之巅，感受着这片荒凉而古老的土地。灵动立刻感受到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天地元气，雄浑而强大，远超大炎王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便能感受到元气中蕴含的神奇能量——涅槃之气。这种能量对于涅槃境以下的修炼者来说是难以触及的珍贵资源，但在远古战场，即便是灵动这样的造化境小成修炼者也能轻易吸收。灵动的眼中闪过狂热与激动，他知道这片战场将是他冲击涅槃境的绝佳之地。他的同伴们莫灵、杜云、蛮山也同样感受到了这里的非凡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喜与激动。莫灵作为皇室的3皇子，提出了一个建议，他认为他们应该团结一致，共同前往北方的聚集点，以避免夜晚的危险。在远古战场，夜晚是危险的，天地元气会被奇特能量压制，修炼元力的人类实力大减，而妖兽则会变得异常狂暴和强大。因此，聚集点成为了他们夜晚的避风港。灵动虽然与灵狼天有着深仇大恨，但在莫灵的建议下，他选择了暂时放下恩怨，与同伴们共同面对百朝大战的挑战。他们知道，这条路一旦踏上就没有回头路，他们必须在这里生存下去，直到凑齐涅槃丹，冲击涅槃境。在莫灵的带领下，5人迅速北上，他们必须在天黑前到达聚集点，否则外面的世界将变得异常危险。灵动抬头望向远方，眼中充满了对百朝大战的期待和渴望。在赶往聚集点的途中，灵动一行人遇到了来自其他王朝的人马，但这些王朝的人一见到他们，就如同惊弓之鸟般迅速逃离，使得灵动他们只能放弃任何念头，全心赶路。经过半小时的全速前进，他们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一座城市的轮廓。这座城市散发着古老的气息，让灵动等人松了一口气。他们知道，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目的地——聚集点。尽管远古战场竞争激烈，但有时候群居是生存的必要条件。莫灵提醒大家，进入聚集点后要格外小心。虽然强调尽量低调行事，但也要知道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灵动点头表示同意，他不喜欢惹麻烦，但如果真的有人惹上门，他也不会手软。他的底牌足以让他在面对涅槃境强者时全身而退，即使在天才云集的远古战场，他也毫不畏惧。当他们到达城市外时，发现城门被一群人堵住，这些人身后插着一面金色耀日旗帜，告诉他们这座城市已被圣光王朝占领，进入城市需要缴纳涅槃丹。这一幕让灵动等人感到惊讶，他们没想到有人能够掌控这样的聚集点。城门口的一位大汉威胁说，不服圣光王朝掌控的人可以不进城，或者像那些被杀的人一样反抗。灵动等人看到这一幕，意识到这里不再是他们的王朝，而是强者为尊的远古战场，不能鲁莽冲动。随着天色渐暗，人们开始缴纳涅槃丹进入城市。灵动一行人也缴纳了费用，顺利进入城中。城市中的建筑都是巨石建造，坚固而沉稳。城中央有8座石塔，其中散发出强大的气息，尤其是最中央的一座，显然是那位造化境巅峰的强者。城市中已经有很多人，圣光王朝似乎还拉拢了其他王朝的人马，共同管制这座城市。灵动一行人在城中逛了一圈，找到了一处石屋作为临时的落脚点。在石屋中，莫灵提醒大家，他们现在正是在远古战场落脚，可能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，以便熟悉环境。他们还有1年的时间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赶往战场深处。这1年的成就将决定他们在百朝大战中能走多远。灵动等人点头同意，他们对远古战场还太陌生，需要时间熟悉。之后，他们各自寻找房间，开始修炼，享受远古战场独有的奇特能量。灵动进入房间，盘坐在石床上，却没有立刻修炼，而是沉思。他知道，与大王朝的天才相比，他们落后不少，但如果现在就与那些人对碰，恐怕很少有人能活下来。幸运的是，
他们还有1年的缓冲时间。在这远古战场中，虽然危险重重，但也充满了宝藏和机遇。只要能抓住，他们也有可能超越那些大王朝的天才。林动深吸一口气，现在他需要慢慢熟悉这片远古战场，然后才能独自磨练。他的目光透过窗户望向城市中央的石塔，那些最好的位置都被圣光王朝占据。只要这些人不来招惹他，他也很乐意安静地度过这段熟悉空间的时间。但如果圣光王朝的人真的要踩到他头上，他也不介意让他们明白踢到铁板是什么感觉。随着远古战场夜色降临，一轮暗红色的圆月高悬天际，它的光辉洒满大地，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压抑感。在这片蛮荒之地，夜晚是属于妖兽的，他们的吼声在大地上此起彼伏，充满了狂暴的气息。对于人类来说，这是必须避难的时刻。林动在聚集点城市的一间石室中静静地盘坐，他的身体周围弥漫着吞噬之力，吸引着周围的天地元气。这些元气中隐约可见一丝丝红色的能量，也就是涅槃之气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涅槃之气是复杂而高深的，它们能够淬炼元力，洗刷肉体，但同时也异常危险，因为它的炽热能量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。然而林动拥有吞噬祖符，这让他能够无畏地吸收和吞噬任何能量，包括涅槃之气。随着涅槃之气的融入，林动的实力在迅速增长。他的身体表面闪烁着淡淡的红光，仿佛有细微的声音在响，那是涅槃之气在他的皮膜肌肉中穿梭，带来改造般的力量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林动不久将达到造化境大成，到那时他在涅槃境以下将难逢敌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林动周围的天地元气逐渐平息，他身上的红光也减弱了。他睁开眼睛，2道红芒爆掠而出，仿佛撕裂了黑暗。手掌一翻，10枚火红的涅槃丹出现在掌心。这一夜，他仅凭体内残余的涅槃之气就凝聚出了10枚涅槃丹，这种速度令人震惊。但林动并不满足，他知道在聚集点中，他不敢全力发挥吞噬祖符的力量。林动对涅槃丹的需求比常人更大，他不仅要为自己准备，还要净化血灵魁。目前他所储备的涅槃丹还远远不够。他跃下石床，望着外面的夜幕，眼中露出凝重之色。在这种月光下，天地间的元气仿佛凝固，人的行动变得迟缓，元力运转也比白天慢了许多。这是林动经历的第3个夜晚。自从来到这座城市后，他们已经待了3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没有主动与任何人接触，但莫林已经将这座城市的大致情况摸透。目前这座城市的主宰仍然是圣光王朝，他们的实力在此处顶尖，拥有20人，其中7人达到造化境大成，最强的1人更是达到了造化境巅峰。圣光王朝行事霸道，他们知道要镇压这么多来自各王朝的天才，人数略显不足，所以也拉拢了一些有意讨好他们的人。因此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。林动对此保持冷眼旁观，他们与圣光王朝有过冲突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忍耐。林动明白，想要在远古战场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离开城市的庇护，独自深入这片蛮荒天地，接受大自然的磨练。他已决定，只要进入造化境大成，就离开这里独自修炼。但在离开之前，他必须解决一个麻烦，也就是琳琅天。自从进入远古战场后，琳琅天变得异常寂静，这让林动的杀意越来越重。小雕提醒林动，今夜要小心。他感觉到天地间的波动比往日强烈，城市周围也出现了许多气息。林动一怔，然后眼皮一跳，眼中涌现震动之色。他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妖潮来了。”妖潮是远古战场中极为可怕的灾害，无数妖兽汇聚在一起，所过之处，任何东西都将被破坏殆尽。林动来到这里的3天中，只见过一些小规模的妖潮，但今日这种恐怕不会是什么小型的妖潮。小雕确认了林动的猜测，并提醒他，远古战场的妖兽比大炎王朝的凶悍许多，就算是造化境大成的强者陷入其中，也是必死无疑。林动点头，眼中充满凝重之色。他的目光望向城外，在那遥远的黑暗中，似是有着一道道猩红闪烁，令人心寒。那些猩红越来越清晰，大地也开始颤抖，整个城市仿佛都在抖动。警笛声响起，一道道雄浑的气息爆发，人影跳动，最后尽数出现在城墙上。当他们望着城市之外那密密麻麻看不见尽头的妖潮时，不少人面色涌上一抹苍白之色。在整个城市陷入混乱时，林动也是长吐了一口气。他知道，他进入远古战场后所遇见的第一个麻烦终于来了。莫林等人迅速掠至林动身边，见到城外妖潮都不由得倒吸冷气。莫林面色凝重，表示这次的妖潮非同小可，一个搞不好恐怕会城破人亡。杜云、蛮山点头，眼中有着骇然之意。林动建议先静观其变，认为城市中有不少的人马，要坚持到天明并非不可能。琳琅天面色冷漠，双目中偶尔有着阴冷之色闪过。妖潮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，林动目光望向骚动传出之处，感觉到极为狂暴的气息。这几道气息远比寻常妖兽强悍，恐怕足以与造化境巅峰的强者相战。林动召唤出小炎，变成战斗形态，圣光王朝的强者掠出，悬浮在半空，
喝声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，表示只要听从他们驱使，必能避开此劫。一些人应声是，但这些人都是早早投靠了圣光王朝。对于圣光王朝的霸道，不少强者心头有些不满，但无人敢表现出来。圣光王朝已在这里树立了威严，这种威严有着鲜血的浸染。2日前，2名造化境大成的强者试图挑战圣光王朝的强者，但被一掌轰杀。自此，无人敢再挑衅。圣光王朝的强者分散而开，各自镇守一片区域。夏荒是圣光王朝中的造化境大成强者，性格跋扈，与莫林一行人有着恩怨。他将莫林等人指派去镇守西北城墙，显然是要借妖兽之手斩杀他们。杜云、蛮山愤怒，但莫林阻拦他们，表示圣光王朝势大，与他们冲突不利。灵动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微垂的目光中掠过一抹淡淡杀意。夏荒太过分了。夏荒见到莫林等人沉默，不屑冷笑，挑衅大炎王朝。莫林等人面色难看，但灵动缓缓走出，说道：“对于这种聒噪的废物，忍让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”淡淡的声音令他们心头微震，他们知道灵动终于是要出面了。然而，就在这内战一触即发之际，城外的妖潮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，大地震动，赤红的妖潮如同血浪般席卷而来，那万兽奔腾的壮观场面让不少人脚跟发软。妖潮的进攻让夏荒等人面色一变，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对灵动他们的威胁，转而指挥各方强者抵御妖潮。灵动眼中杀意涌动，他对圣光王朝的好感已经降至0度，这些家伙实在是太惹人厌了。莫林建议先抵御妖潮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他们就早点离开这里。灵动不置可否，他知道圣光王朝的实力很强，但他并非没有一战之力。如果圣光王朝真的不识相，他也不介意真正的杀戮一次。在灵动眼中凶光闪动时，莫林提醒他妖潮已经冲击至城墙之下，城墙上立刻爆发出无数道雄浑的原力攻势，将前方的一些妖兽生生的轰成肉泥。尽管城墙上的攻势凶猛，但那妖潮却仿佛无止境一般的冲来，一头头妖兽撞击在城墙之上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让人呼吸都是出现了停滞。灵动一掌抓住一只扑来的妖兽，掌心力道催动，直接是生生将这头妖兽头颅捏爆。他突然感受到一股能量波动，掌心一吸，一枚猩红之物便是从那妖兽脑袋中射出。灵动抓住这猩红之物，发现这是一种类似妖精般的东西，其中竟流淌着一丝丝的火红能量，也就是涅槃之气。灵动握着那一枚妖精，吞噬之力爆发出来，直接是将其中所蕴含的涅槃之气尽数吞噬。他发现这些妖兽的妖精内竟然含有涅槃之气，这让他对这些妖兽的兴趣大增。他若是能够将此处的妖兽妖精尽数吞噬，恐怕至少能够提炼出上千枚的涅槃丹，这可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。灵动脚一点城墙，身形直接掠下城墙，一轮璀璨烈日自其体内爆发而开，每一次拳掌舞动都爆发出惊人的原力波动，一头头猩红妖兽在接近他周身丈许范围时，便是被灵力拳风生生轰爆，一枚枚妖精呼啸而出，最后尽数被灵动扫入袖中，顷刻间便是吞噬炼化，化为一丝丝火热的涅槃之气，穿梭在灵动四肢百骸，令得他体内的元力愈发的凝实与强悍。在这种战斗中修炼，那效率让人啧舌。城墙上的众人望着这般景象，不少人面色也是有些变化。他们虽然知道妖兽的妖精内有着涅槃之气的存在，可他们没有吞噬祖符，不可能以这种速度在顷刻间炼化妖精，用其中的涅槃之气补充着自身的消耗。夏荒望着那大展神威的灵动，眼中却是有着阴冷之意涌动。他低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就使劲的猎取妖精吧，等妖潮一结束，我就要你明白，你的这些辛苦所为，最终都是在为我做事罢了。在这聚集点，我圣光王朝才是主宰，你们不过是为我们提炼涅槃丹的丹奴罢了。”